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Sean 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有上过一集，讲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关于 microaggression。其实是也有讲到什么 racism， 很大一个话题，没有那么 micro 的。对，那已经是14个月前了。哇哦，是的，是的，这一次Sean又到我们的里斯本来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斯本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对，你看，超级美，超级美。我一下飞机就过来录节目了，真的，所以略有疲态，我也略有疲态，因为昨天晚上睡了几个小时，宝宝让我睡几个小时，我就睡几个小时。今天我们的话题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有1000万这么大，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到底是谁？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大概背景吗？上你是什么背景啊？我和你的背景吗？就是已经在海外很久的胡子都那么长的对，在海外很久的中国人，具体多少年了？16年。Oh my god， 就是已经超过我们人生一半了啊！还没有，我有算过哦，我还差2年，但已经我把自己想得很年轻。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我们看到好像要超过时间的一半，所以这个话题最近也是一直萦绕在心头，就是我们到底是文化上是哪里人？对，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拿到了一张临时绿卡是吗？还是永久？就是10年的绿卡，对，美国绿卡。那你现在算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对，按照我国政府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然后，我其实 technically 就技术上说可以是侨务部门定义的华侨。哇，好像听上去好老。对，华侨这个词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南洋、新加坡、东南亚的。对，你这个肤色可以的。对。那不好意思，为什么今天又要请到上来跟我一起做节目？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这个话题其实也与我的新书非常的有关系。我的新书叫《走出哈佛》，也讲述的是我过去的3年当中人生做的非常大的一系列的决定啊。请到这么多年的老友在一起做一期这样的节目，也是因为我们所共享的这样一种成长背景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讲的小一些吧，在美国，对于这种 international， 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国家背景的人，来到了美国，变成了学生，变成了高级技术工作人员、人才，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存在。就是美国它是没有，如果给一个这个 survey 的话，你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你是一个 others internationals， 对不对 ？aliens。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在美国的数量并不少，并且也参与到了高等教育和非常重要的一些科技经济行业当中去。你是在生物，对，生物医药科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当中，居然还不给我们一个身份，不给我们一个 label， 不给我们一个群体的一种 recognition， 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包括我的这本书里面讲到的非常多的perspectives 和 stories， 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这群人的存在吧。而且我们这群人为什么这么难以去概括，难以去给一个标签，也是因为这群人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点。对，处在不同的阶段，是就是分别有不同的词语，但是没有一个汇总的一个umbrella term， 对，没有一个伞，概括性的大标题。是，其实，在里斯本这一点也非常的明显，在这儿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生的人，但是所来自的这种背景，
上下文非常非常的不同，但是都被我们今天在一期节目里面讲，所以这个节目题开的有点大但是我们的这个1000万这个数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来源的，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做的一个统计，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地中国以外的地方，中国出生的人群这样一个数量的计算大概是1000万出头。那如果用这1000万出头这个数字来模拟 approximate 我们今天讲的这群人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哈。是，但1000万确实是一个挺大的数字。是，所以如果你把1000万作为一个国家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一个 moving economy 或者说 moving country，放在全世界的国家的ranking 当中是排到了大概80几位，就是中间。我们比超过一半的世界上的国家的人口还多。对，很多海外的中国公民其实是从像我们一样从留学生涯开始，那时候可能是留学生，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留子。但之后大家的路就各种不一样，有的留下来工作。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流马，从留子变成了流马，就是对，因为他们海外的牛马，在海外做牛马的工作。拿到了永久居住，在某国的永久居住呢，然后就可以被定义为华侨是的。然后再进一步，如果加入了外籍，就是外籍华裔。其实我们在脑报的时候想，我们这个群体的名称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人在海外的中国护照持有者，可能是签证，可能是临时居留，可能是永久居留，10年的绿卡就是永久居留了，对吧？但是我们的身份自称为是什么呢？又不是留子，也不觉得是流马，因为这些词是新词。像你也不是流马，你现在我不马了。对，你也不是干牛马的事情。那我们是什么呢？我还编了一个词呢，我说，如果说相对应美籍华人是 Chinese American， 我们是 Chinese， 然后这么一个这么尴尬的词，我问 ChatGPT， 我说，我们叫 Chinese 怎么样？他说这个名字取得不错，有一种反讽的幽默感，暗示这种身份的暧昧与无处安放。我说你快点闭嘴，不要再奉承我了。最近 ChatGPT 有一种非常 flattering， 你不能相信他，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我问他美不美，你当魔镜。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有些满头问号的感觉。Chinese， 我编的这个词。对，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我会用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s，但是 Chinese 我觉得妙在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中文来讲的这个词，如果中文翻译过来叫更奇怪，中籍华裔，那不就是中华民族吗？对 Chinese 才有味道，对不对？才有这种尴尬感。因为它是用英文讲的，所以它是有一种已经你也在奉承我吗？没有，客观的来说，我觉得因为他已经用英文讲了，所以他有一种隐含的 imply 是特指在海外的人，因为他要被骂死这一集。对，所以我们要防杠声明，我们想要来讲讨论一下我们这个人群的故事，但是其实只是2个人，不是1000万人。对，而且我们2个经历是非常相似，所以肯定是以偏概全的。所以大家客气的讨论，对，客气的讨论，友好。对，我们又不算是 diaspora， 对吧？因为 diaspora 是好像就是那种离散几代的，我们自己的父母都还是在国内生活的。是，再加上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国家已经变得怎么说，就文化上比较的强哈，比较的有自己的 identity， 在进步非常非常的快。加上科技的非常发达、迅速的发展，让我们觉得好像其实跟祖国离得根本不遥远。比如说，商上你是豆瓣的巨大的用户是吗？我从高3开始用，所以已经很久了。哇，所以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跟国内断更过。然后也经常回国。从来不觉得是一种脱离了国内的一种感受，加上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么的发达，对，智能手机时刻就特别方便。对，是，甚至其实我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已经加入了外籍，理论上来说不在我们讨论的这个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s。但是你刚刚加入外籍几年，他们确实还是有
更强的和中国的归属感。否则为什么这些加入了美籍的还是会在小红书上的，对吗？小红书很有意思啊，小红书上讨论的这些文化的这个宽泛度，我觉得还是很多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是找不到，不可能找到的。对，包括我还经常去那个焦虑论坛，就是一亩三分地，所以你又有一种找到归属感的感觉，又有一种我看到中国人就焦虑的感觉。对，就是甚至是有一种现在说的叫 doom scrolling。对，哦，你在一亩三分地上有 doom scrolling 的感觉。对，就是让你焦虑，但是停不下来。所以其实从各种角度来说，我们都是 legally and emotionally Chinese， 对吧？legally 我们都还是中国人。对。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暂时的居留 versus 永久居留的区别，其实确实是蛮大的。因为你拿到10年绿卡之后，你就变成了华侨了。我实际上还不是，所以我的小孩是有选择权的。所以其实让我很困惑，关于华侨这个定义的时候，比如说。相对美国来说，有些国家的永居比较容易拿。那比如说5年之后拿到澳大利亚永居，然后再生活了9年，和一个15年还在等绿卡的美国绿卡的中国人，他们可能跨国文化是类似的。对。但是一个就是海外，一个就是华侨，一个就是海外工作的中国公民。对，这一点真的很 disconnected， 对不对？对，所以我们要定义这一类人，其实他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非常模糊。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非常错位的感觉，就是一种被推出这个国家根本不认可我的一种 residency 的合理性。但同时我已经在这个国家非常非常的嵌入了，对吧？美国就是一个移民政策比较不同寻常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有些家庭based 的 family based 的移民是非常容易的，结个婚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和小孩等等。对，是。但是反而人才方面就非常的难，相比加拿大和澳洲好像都是跟人才比较有关系哈。对。那像你觉得你对于身份有困惑感吗？那一定是有的。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了，出国的时间已经渐渐接近在中国成长的时间，对吧？那我出国的旅途从留学美国本科开始，09年，对，然后再接下去念了博士生，然后再工作，工作期间拿到美国的永久居留，还有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语叫润人，就是从国内想要跑到国外去移民国外的人。然后这个词对我来说比较陌生，因为我从留学生涯开始是没有这个词汇的，比较新，所以就没有这个认同感。对，但这个词也是可以放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框架下面的。对，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润，很干的对不对？买机票还是什么要去，最早的时候买机票还要去售票处，对，要联系旅行社，还带被子来美国。对，我有带被子来美国，我带脸盆来美国。对，而且我们都是有奖学金的，对不对？是就跟这个润人的概念完全是没有it doesn't apply。对，当时我记得上海教育电视台小时候有一个绿叶的，对，有留学生的节目，觉得哇，真的留学生过得好辛苦。洗盘子，我们至少没洗过盘子。对，我觉得我能够达到现在的第2次，我现在算是润人了，可以说，我从美国润到葡萄牙来，这一次算是润的，第一次肯定不是润。对，09年从中国到美国的时候，完全是很苦的。对，你也是从留学生身份开始，对，然后留下工作，变成 H1B 码。对，但实际上当时会觉得我们跟本地的居民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区别啊，你就会觉得一样的，美国不是什么公正啊、自由啊，对吗？所以也给我一种错觉，我觉得应该是跟大家一样的，后来发现，其实反过来，我们中国也没有给外国人很方便的工作的机会哦。对，其实现在也有些美国朋友去中国生活，发现很难是吗？对，发现那边签证也很难，对，甚至我有种 vindicate 的感觉，觉得可是你 vindicate 吧？对，在这个我们讨论的人群当中，看一下这个移民和
外派这两个词的关系，因为也是有关系的。在英文里面，一个是 immigrants，一个是 expats。这个 expat 这个概念最早我们熟悉是，比如说在上海的外国人，白人，而且对不对？是我最早接触到这个群体，其实是我大一暑假的时候，当时刚去美国留学1年，然后回到上海参加了一个校友会的工作，在南京西路附近一家美式酒吧里面。然后发现我们这么一个中西部的小的文理学校，居然其实也有很多校友在上海当 expat。大学期间看过一部电影，英文名字叫《Shanghai Calling》。我当时对里面一句台词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就是改变了我对 expat 这个词的看法。女主角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白人单亲母亲。他其实在上海生活得很辛苦，但是他为了女儿在上海要创造更好的生活。当时他就说，我们美国人觉得我们在上海叫做 expat， 但是其实我们都是 immigrants。然后一下子让我觉得，expat 这个词其实是带有一些就是旧时代白人去别的地方工作的那种色彩的。是的。expat 其实这个词逐渐变味了哈，就让我们好像觉得是一种有钱的象征，是一种高档的移民，或者说暂时的，它有可能是有公司外派，或者说有房贴等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有特权的群体。但实际上现在已经被用错了，就变成了一种好像 expat 就是有钱人，像里斯本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里斯本有各种各样地方涌入的各种各样的人，会发现那些法国人、英国人特别有钱的被称为是 expat，印巴那边过来的棕色人种被称为是 migrant， 就更差。migrant 就是有一种好像不稳定的，在各个地方 bounce 来 bounce 去的啊，就还不一定能够在这边扎下根来的，是一种流离失所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真的是一种 straight up racism。包括在美国移民国家这个语境下，如果你是一个从中国公司外派拿着 L1 签证的人，在美国也不会有人说他是一个 expat。对，就是反过来想想，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慎用 expat 这个词，因为它其实真正合适用的场所是很少的，对不对？绝大部分人是 immigrants，或者 refugee。天哪！我在美国，尤其刚到的时候，年纪轻轻哈，涉世不深，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跟在美国的华裔，Chinese American 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或者就是 ABC。对，跟 ABC。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会，有更多那样的朋友，就好像觉得我们本身有一些共同点吧，可以作为一个友情的基础。但是逐渐发现，其实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我的文化背景是非常不同的。是我成长在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开放的中国，90年生人，而他们离开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父母离开中国的时候，带去的一种观念，对于中国的认知是跟我的对中国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对，是过时的。对，是过时的。进步之前的。进步之前，所以这种家庭下长大的华裔中国人和我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再举一个，我不知道，小编会不会让我过这个例子？就是我发现，我认识了一对同性的伴侣，两个男生，一个是中国长大的，在美国生活的，像我们类似背景的 Chinese，另外一个是 Taiwanese American， 就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父母是中国台湾过去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已经结婚了，因为他们所在的美国的州是允许结婚的。但是我认识他们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位跟我们背景相同的 Chinese， 他的父母是知道他们的情况，并且非常支持同性的结合。自己孩子的当第二个儿子，应该是儿婿，对，儿婿，非常的当亲人。对，反过来那位 Taiwanese American， 他的父母至今不知道他的儿子的取向，也不知道儿子已经结婚，也不认识儿子的丈夫。所以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我相信可能听众当中也会有朋友，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朋友在身边的话，会感到比较震惊。这也很好的说明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和二代人背景的截然不同。所以在大学那段时间，我就逐渐发现，其实我不一定与
Asian American 有更多的关联。我后来就开始接触更多的其他的群体，最后发现，哎，其实共同点好像最多的是国际学生。是，你也是，对不对？我觉得除了就是同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之外，就更加熟的其实是别的国家来的国际学生。对，也肯定不是美国本土的学生。对，当时我还有一个有些关联的印象是，觉得刚初来乍到美国，虽然我们都是外国语学校毕业，就是在那个环境刚来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 language insecurity。对，肯定有。但是我跟国际学生讲英文就非常流利。对，因为你不怕，你没有觉得被 judge。对，但是跟native speaker 来说，还是会有些紧张。是，我现在又再一次体会到了，就因为我又到了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就切生生的会讲一句我准备好的葡语，然后如果对方听不懂的话，我就不讲了，我就放弃了。但是如果我跟这里的外国同在学，尤其是在这边的美国人，如果他也在学葡语的话，我会很有信心的讲。为什么？因为我的葡语比他的葡语好。美国人永远是学外语的时候口音最重的那一个。我想说一下跟你不一样的一点，在留学的时候，我在中西部的小学校，其实本土学生还是以白人为主，其实没有那么多的 ABC。那时候可能是有些主动的开始，寻找就是和本土学生之间的友谊。这样，在博士生的时候，刚来波士顿实习了半年，然后我自然而然找到了你，因为你当时在波士顿，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哎，我如果出了象牙塔，在社会上，我还会主动的去交美国朋友吗？或者是我需不需要主动的去交美国朋友？回过头来想，哎，我当时的室友是一个德国来哈佛留学的博士，然后我还有一个室友是一个密西根州来的哈佛的博士生，然后他们也带来了其他各个世界各地他们的朋友，所以说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怎么说安排我朋友圈的怎么说来自哪里的。当你的学位读到足够高的时候，美国人就是减少了。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中国人，往往最好的朋友还是和我们一样类似经历的，对不对？是。我们在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本科的时候，离开了，并且被扔到了一个充满着 insecurity 的地方，就是让我们产生不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对吗？对，而且本科教育确实是塑造人格非常重要的阶段。对，是的，我们又都去的是文理学院哈，就整天讨论就是这样子世界啊，人性啊等等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同时也是有一点 alienating，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因为都来自上外附中啊，上外附中就有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种对 Chinese群体。当我说在波士顿可以组织附中学生聚会，可以开2桌，很神奇。美国人很震惊，他说你的高中，他们的高中都没有办法在美国任何城市租一桌。那像我们这样所谓的 Chinese 在海外时间长了之后，我越发的觉得回答这样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Where are you from 是变得比较困难。我发现一个更好的就是获得有用信息的一个提问的方式是 What's your story? What's your story? Before Portugal, where were you? 对，然后从以此引发的一系列的对话，反而会让我们对于彼此的这种人生故事和轨迹，包括对方的可能存在的价值观啊、人生观等等，会有更好的一种认知，远好于Where were you born?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之类的。Where are your parents from? 这个根本就不给我们任何的信息量。我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会说我在波士顿之前在中西部接受的教育，然后那会给他们留下一些可能是中间保守之类的一些印象，有一些印象，因为对于东西海岸的人来说，其实他们对中西部也是不了解的。对 ，flyover country。对，但对我来说，我这么长时间在那边受教育，其实有一种第二故乡的感觉。但是最近我真的是学习的非常快，所以我会试图回答 What's your story？这个答案就是我在上海成长，在中西部接受教育，现在住在波士顿。完整的故事让人家会感觉到你是一个经历
比较丰富的，那他们可能继续还会开展一些话题。没错，我会说我是 assembled in the Midwest，就是就好像是中国生产，然后在哪里组装，然后现在现在空降到哪里？我觉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本科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哈，就是好像你在中国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大学期间，正巧我们是在美国，一个是在东岸，一个在中西部，获得了一种把这些组成部分连接在一起的一种能力，对吧？看世界的能力等等价值观，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些比较 distinct 的人哈。我觉得现在我的朋友圈也像刚才上你所说的，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样子。我的这个样子呢，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像我一样，好像是出生在某一个国家，成长在另一个国家。又被哪一个国家伤了心，现在又到了哪一个国家来，找到了希望，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的故事提问方式就变成了 What's your story， or 甚至就不问了。有的时候其实你对于一个人的了解就在一个完全开放式的对话当中产生了，而不是想要通过一些窍门好像 Where are you from， 一下子让你获得了很多关于我的信息。这个在我们这样的人群当中已经行不通了。是的。而且因为这样的朋友圈，他们都是来自于比较复杂的成长群体，甚至有些人连自己的国籍都有3个，就讲不清楚。所以大家也不会用非常 reductive 的方法去认识一个人，而是非常就准备好了要用非常复合的一种方式 complex 的一种视角去认识新认识的任何人。确实是这样的。我还突然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居然就有2对 multicultural 的夫妇，他们都各自完全都不认识，儿子都命名为 Kai K-A-I， 而且原因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名字是一个全世界各种人都能够发得出来的一个名字，都不会 mispronounce 的名字，很有意思吧？对，你可以说是汉语拼音，也可以说是日语。对，好像英文也是什么的简称之类的。我想稍微展开一下讨论一个subculture， 就是亚文化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也之前说到了，像我们这样不被现存的任何的名称 title 给很好的概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好像掉入到别的群体当中去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是亚裔美国人。掉到了 ABC 的叙事当中去，或者说掉到了波士顿人的叙事当中去，实际上你也并没有这样的认同感。那我们自己确实是也因为社交网络的存在，逐渐形成了更深的一种亚文化哈。你主要从高3用到现在的豆瓣以外，还在哪些平台会活跃呢？国内的社交软件的话，应该微信吧。然后豆瓣是我比较主要用的，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流行文化。豆瓣就把音乐、电影和书籍综合起来，其实是挺好的。就美国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但是现在分开来是Letterboxd，然后 Goodreads， 还有好像有个叫 Rate My Music 的。我是用小红书和 IG 比较多。IG 是自留地，自己的生活的跟朋友的一种更新广播。我就觉得豆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你与本土的流行文化和包括这个人群文艺的人群一个共通的机会哈。我觉得它其实反映了也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文化爱好的一个情况。就即使你你用的是中文的平台，但是你打分标记的是外国的电影你就是已经是对比如说海外文化有相对很大的兴趣，然后你才想跟同好交流这些，对吧？对，没错，这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什么同温层，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所处世界各地，这个同温层往往只能在网上找到。是，感谢科技进步。是。我们讲到语言，可以再展开讲讲。比如说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技术方面的词汇还是用英文，因为技术上学习的专业方面还是用英文学的。但是我会稍微了解一下，比如说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文名字叫什么，会稍微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间这么长，很多的学科包括专业的认知
完全是在英语环境当中进行的，对吧？如果我在英语当中，可以做 consulting， 我换成中文，我听上去像是个弱智。如果让我去做一个presentation 的话，甚至还不是专业术语，只是比如说像 revenue profitability 这样的词，你没有学过就是不知道，就很对，就让我们做的话很像就是那种很欠揍的白领，就是中英夹杂被小红书人会骂死。对，但是呢，我也发现，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实验组，你是对照组，对不对？我回国在阿里工作过1年，我就发现，在杭州那1年当中，我很快就能够把这些词给抓起来，变成我自己的。比如我在杭州的时间呢，我就觉得很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对焦，我就发现这个词我虽然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完全理解啊，就是英文当中我们经常 overuse 滥用的这个 align，你是一下子就知道，一下子就知道，因为这个环境其实完全就是等同的嘛，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就讲各种各样的空话大话嘛，所以听了2、3次之后，我也很脸皮厚的就开始说，我们对焦一下，对焦一下。科研方面有一个词叫 characterization，然后在中文它其实是叫表征。但是这个词如果一下子让我听到，我是不会马上联系到 characterization。在上下文里面你也不会听到吗？我会可能猜到，但是确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词。我觉得有一点，我的英语已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流利哈，但是有一点至今觉得很难的，我想很多中国朋友跟我感同身受，就是 he and she，因为中文当中是讲的时候他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文当中的 he and she。对我来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的难，其他的东西都完全 master， 做梦都可以用英语做，但是要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 he she 会不分，包括这一点在瞬息全宇宙那个电影里面，其实有 reference 到，有 reference 到，对，杨紫琼的角色当时他就分不清楚 he she， 看来是一个 universal 的，就是中级华裔、美籍华裔的问题。对，其实我看到那一块的时候，我会会心一笑，就是理解这一块。对，是的，基础没有打好的部分还是这样。还是会露出马尾，会露出马脚。对，就比如说第3人称单数的 s， 我有时候还是不会加或者乱加之类的。但美国人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啊。对，美国人真的英语很差。是的。所以当你自己觉得英语很好的，就是可以用英语讲一些笑话或者是双关语的时候，然后美国人也会理解会笑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让我提升自信的事情。就我讲一个小故事，最近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变装皇后的花名，叫变装皇后都有花名，就是有一些双关意味在那边。然后我想出来这个花名叫做 Grace Period， 因为首先 Grace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 Grace Period 又是作为我们在美国留子经常被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时刻悬在空中的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Grace Period， 你知道吗？你工作比我早很多。对，告诉美国朋友的时候，他们觉得Yeah, that's a good drag queen name。是 drag queen， 但是这个笑话要听懂的人太少了，我觉得。但是确实是我完全理解，就是我们的这种背景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自己会会心一笑的东西。对，确实很多我们之间讲的笑话也是像我们这类同文层的人才能没错讲得懂。包括我发现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会讲说 I need to lay down， 那一个人肯定是美国人。肯定是美国人，或者说教育背景不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在国内被训练的非常好 ，lie lay lay 什么的被训练的非常好，所以我一听到有人说 I wanna lay down， 我就尤其在约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行，左滑。其实母语羞耻也是一个很相关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场景是甜言蜜语的时候只能用英语讲。对，我觉得我们 dating 成人的阶段，在大学时代已经是在海外了。那上下文的话，其实是学到用英语比较多。比如说我不能讲，我只能讲 vagina， 我不能讲 vagina 的中文。真的吗？你有哪些场景会觉得有母语羞耻？谈恋爱的时候。约会的时候，在卧室里的时候，是会的，是会这样。托比都会的，他就会，他说他在卧室里的场景里面是不能讲 Swiss German 的。
就 Swiss German 是他的母语，对，那就会觉得很奇怪。但反倒我在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讲我的国骂是吗？没有，是上海话的骂人，就是自己内心底层的那种怒气，比如说在波士顿开车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来到葡萄牙之后，尤其是学了一些葡语发音之后，作为一个上海人，你会发现有些葡语的发音真的是不能不笑。比如说我家门口有一家店是卖彩票的，彩票这个词就是在葡语当中叫做港币啊。真的假的？真的，我不骗你。所以我就在想说，所有经过这个地方会葡语发音的上海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但是这个人群太少了，对，太niche了。对，真的是港币，因为葡语的发音会有那个很重的鼻音，所以会出现很多跟上海话的骂人的词非常相似的情况，就是。Beyond 那个音真的是，而他们的这个 champion 好像也是有点像是可以想象。那我想问问上你过哪些国家的节日呢？还有包括你吃什么样的，家里面的饭菜长什么样？我很好奇。对，像我们这种跨文化的人，那一定是非常混搭的风格。比如说过节的话。其实身在美国，说实话，在国内的传统节日氛围并不是那么浓。中国同学一起庆祝呢，时有时没有。圣诞节是在欧美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对我们中国长大来说，也没有说特别浓烈的氛围。对，圣诞节对我来说，甚至有一种变成了负担，就觉得因为大家都在庆祝，大家都有家可以回，美国人，我们就。显得很尴尬。如果说你不跟任何朋友过的话，会觉得有种孤单的感觉。但实际上，I don't give a fuck, right? About the 这个节日本身，所以就好像变成一种我必须要找到一个朋友的群体，一起去在那一天 hang out， 要找点事情做，否则会觉得有一点，因为很多店也不开，就觉得有点落寞哈。对，结果到了葡萄牙以后发现，哎，正好我的 partner 也是一个不爱圣诞节的人，所以我们两人就名正言顺的可以不过圣诞节 ，like literally 就把它当作是普通的一天。是不是有一种我刚刚说的，好像有一种负担的感觉？对，很多时候。想要回国，因为有假期嘛，但是你看到机票又很贵，可能在当天出行的话稍微会便宜一点。你就24号那天在飞机上度过是吗？对，其实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还有什么情况？饮食方面的话，我想到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就是我现在喜欢 oatmeal 燕麦粥加肉松，因为我就把它真的当那个白米粥，然后要配肉松，其实是一个很混搭的做法。我们这儿也是非常的混搭，有的像昨天晚上我们请了2个朋友一起来家里面一起 cook， 我们那个朋友是印度裔美国人，所以他做了一个印度菜 lentil， 我们做了2个中国的蔬菜，他们是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们这个桌上就是有 paratha， 就是印度式的这种饼和印度的lentil 泥和川味茄子、鱼香茄子，还有一个什么凉拌黄瓜，还有一个是蒸蛋，所以还有白米饭。审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我们这个群体会比较不同的话题哈。前几天我正好看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这个帖子是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的摄影师发的，他其实也非常会 marketing， 非常会引流。他就说为什么我的摄影作品中国人会那么不喜欢，或者说他说我拍的婚礼的作品，中国的新人肯定要退钱的，要求那个退钱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拍出来的一些作品都是非常的自然的，新人的身材都是不去过度的去修饰，皮肤也不去磨皮等等。其实我觉得挺在理的，是有这样一个审美不同的存在，但没有必要去说好坏而已，对不对？审美就是在不同时代都是有差异的。你说早到比如说意大利来的清宫画家更加注重透视，就他可能会把人物肖像画的脸上有阴影，但是在以前古代是很忌讳脸上有阴影这件事情的。那到现在像你说的磨皮或者精修有没有，那已经是一个就是中国特色了，都是要回到唐代了是吗？都是要精修的。
我很喜欢色彩，但是我并不喜欢那种大红大紫的中式审美。我讲一个例子，希望大家不要轻拍。就我上次回国旅游去了潮汕地区，然后他们有一个灯光秀。现在我觉得这种在水景边上的灯光秀特别多，就是各种大红大紫的灯光射灯，然后配以那种明月，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啊，简直被中式审美震撼到。就有点感觉太浮夸。那次国内旅游回来，我要 out 你的感觉，然后你跟我说，回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你说所有的这个景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我后来回去发现，真的是都是什么我在什么什么地方等你啊，对，然后都是换装、化妆和拍照啊，对吧？竹筒奶茶就换个标签，潮州可以换成苏州这样。对对对，我感觉非常的认同。这确实也是我所看到的。我感觉有一点伤心，因为这种景点你往往开发了一次之后，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白纸的状态，再重新开发第二次。所以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就全国大家都是一样，我在哪里哪里等你。廉价的感觉，对，或者是俗的感觉。我觉得再讲要被骂死。暂停一下，我想聊聊一个精神层面上或者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就是归属感和漂泊感。首先有这些话题在小红书上，你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争论的，比如说关于融入的，比如说关于外国的月亮圆还是中国月亮圆的，对吧？你如果说外国月亮圆，下面一定会有人说意林风，然后你说中国好呢，在海外的中国人又要说。好像还有进步空间。对，有进步空间等等。但这些话题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人群来说是一种，怎么说？我们会 approach very differently， 对不对？我们的看法往往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们两边都了解，都站过。对。那我想先问问少，你对融入这个词是什么样的看法？你还在意吗？我觉得我融入的程度是，会去关心生活的地方的新闻。然后了解一些文化历史背景，包括我现在在波士顿，我之前住在中西部，我还会持续关注中西部发生的一些事情。像我们都很喜欢听播客，我还是会听一档介绍明尼苏达州各个有趣你还有故事的 sentimentality。对，我觉得融入的层面，可能说这也是一定的融入，但是也没有说好像我就是变成了一个美国人。那已经很舒服的在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里面站稳了。对，是这样，就好像说是自洽在一个自己的身份里面。虽然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自洽这个词汇，因为我觉得它跟融入一样，也是一种状态，好像也是要有一种要求，一定要怎么样，否则就怎么样，对不对？我也非常赞成。但是实际上，我也在聊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特权的一种非常 privileged 的一个群体哈。比如说，如果我们讨论到北非的难民问题，北非难民大量的涌入了欧洲的很多的国家，那对于欧洲这些国家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难民如果说用了本国在欧洲本国的这些资源，社会的资源，同时还不愿意去找工作，而只是吃福利，并且不愿意学本地语言，不愿意去本地的经济当中去参与去工作的话，对于这个本国国家的居民再 gracious，也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凭什么，对不对？会有这样的反感。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当中，是不是有融入的必要，有 integration 这样的必要，我觉得可能是有的。而我们这样的已经是完全是自己能够支撑自己，已经是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y， 在这个经济体当中非常的积极的参与，就好像讲到融入的时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只是一种个人 identity 上的一个问题，就其实是已经是full of privilege， 对不对？是这样子。我就会觉得我的目标是积极参与。我确实觉得我来到了这里，使用了这里的很多资源，包括这个很大的公园。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个公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public resource。
我在这边充分使用了这边的资源，我想要去成为这个社会积极的继续做贡献，对，继续做贡献。那我就不会想要变成一种典型的 expat， 只去 expat 那个地方，只去会说英文的business， 对就是而是我想要去光顾local business， 没错，我想要使用 local 的服务，我想要雇佣local 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能够做到的一种 active participation， 对，是。那具体要不要融入，想不想学葡语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确实是选择想要学葡语，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是感兴趣的。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因为我们这种一半在国内生活，一半在海外生活的生命的体验，塑造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价值观，就是相对主义，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灰色的，没有一半的，没有我能看到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我也能看到另一个论点的正确性，但是两者也都有局限性，所以我跟我们聊天是很没有劲的，什么东西都是it depends， 是不是？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不好对，你到底有什么论点？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是不考虑国界的，对不对？我们有一种 national。怎么说啊？就是country agnostic，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是以自己是一种好像世界人的一种角度。对，对，这也是一种辩证思维。我就会觉得，如果大家共同的 aggregate well-being 更高的话，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好的 outcome。所以这一个是受我学的经济学的影响哈，你就会考虑这种 aggregate well-being 总体的一种福祉，对吧？是念值吗？是福祉，然后我被你这个中文 validate 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这种综合的总体的福祉越高，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政策，而不会觉得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国家获得最好的最优的选择。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如今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政治的环境当中，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对，去全球化的趋势下，你如何去？我们很 lonely。对，怎么讲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们是自己是全球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受益者，受益的一代哈。所以其实我又要给我的书打 call 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虽然是我自己个人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在全球化飞速的影响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产物的故事。一个缩影，没错。然后在我们的成年之后的经历当中，又遇到了快速去全球化这样一个浪潮，简直是让我觉得要精分。所以大家很想，如果好奇的话，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被全球化的洗脑之后，又被一个去全球化的冲击，会发生怎样的一些人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很想把我的这本书推给不仅仅是中国读者，我还很有野心想要把它写给英文读者。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这其实是我一个更大的一个 aspiration， 就是希望更多的美国人包括欧美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我们的人生相对经历比较丰富，18岁就被推到这么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真的是尤其你还中西部，我也是乡下。对，全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成熟的也相对是比较早的。没有这种辩证的思维都不可能，对吧？当然对我来说有一种开窍的感觉，就是好像一切都有了道理，就是不是说告诉你答案是什么，感觉世界开始对我讲人话的一种感觉。是，我一开始其实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因为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对吧？数学里面，你即使是在大学里面学，你还是有一个对错之分的。但是因为通识教育的课程要求你要在其他的学科领域也要去上一些课，我就必须要上到一些什么写作课呀，什么文学课呀，我要上宗教课你要上宗教课，我要上艺术课等等。你就会发现在那些课当中，跟数学跟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所有的发言当中都是没有对错的，老师的最后课堂结尾的时候的一种总结也是没有对错的。我一开始会觉得很不习惯，我就觉得这一节课我在听些啥呀？那这些人讲的，有些人讲的其实也是 bullshit， 你知道吗？也不是所有的人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 bullshit 也没有被反驳。我就觉得有一种confusing 的感觉，就是 walk away feeling really confused， 对，不习惯。但后来发现这个其实
就是之后人生的一种forecast。因为你在进入职场，在进入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没有任何的对错，你可以用选择的方式去离开一个职业或者一段关系，但是它是没有对错的。对，确实对我们人生各个方面影响非常的大，对。所以变成了很无聊的人嘛，就it depends 你问你一个问题，永远没有简单的回答。复旦大学说自由而无用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那另外一个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想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tagline， 就是一种半移民心态，或者说一个流动的心态。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过得非常舒服，1个月之后就会觉得哦，好爽，对，我经常说回国也舒服，在美国也舒服。对，就这种流动的状态是非常的 unique， 非常的独特的，对不对？其实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ChatGPT 给了我几个可能会被骂死的一些那个 tagline， 其中一个 tagline 我想跟大家分享，叫做精神国籍，就是你的你的 spiritual citizenship 是什么？我其实越来越觉得jokes aside， 越来越觉得中国护照是值钱的，是宝贵的，我是不想放弃的。我有很左的美国朋友也这么说。是吗？他说你的中国护照不要放弃。对，在北欧生活过的美国人，就说中国护照以后非常有用。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在我们圈子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能够换护照的时候，能够申请在自己所住国的护照的时候，要不要去申请，要不要去换掉？你的关键理由是什么？对，你的关键理由是什么？往往都是很 practical 的，比如说我换了护照，父母才可以过来，对，否则大部分我认识的我们这样子的 Chinese 是不太愿意放弃中国护照的。对，包括有一种根的存在，包括一种选择的丢失，对不对？是很多在美国工作的欧洲人都是不换护照的啊。当然他们自己护照也很厉害。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护照可能也会越来越厉害，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中国生活工作这一个选择实际上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的伴侣托比他拿的是中国网民特别喜欢就是捧的一本护照，是大红色的瑞士护照。他实际上会觉得中国护照在中国生活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会，他觉得怎么会放弃中国护照的可能性，一定要拿的呀，一定要保留的。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感慨，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护照，中国的生活的机会已经变成了进步到了一个不同的层级了。是，网民可能会骂我们这样的人既要又要还要，可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吗？你如果能保留的话，一定会想要有多一个选择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地缘政治进展到一个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情况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再被 passport 或者说 citizenship 这样的概念去定义的话，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词都是不能形容我们，不能很好的概括我们。其实这本护照拿的是什么国家的，也很难真正去概括我们的这种亚文化。是，就刚才提到你刚拿了美国护照，但是你可能还在看一些中国人国内的网络直播之类的，那对完全合理。对。我从来没有说过托比和我做的电影项目是什么主题哈，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跟我们今天想讲的 Chinese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相符。Chinese National。对，其实就是讲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怎么说，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 powerful。因为如果你去像尼泊尔、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有中国的原件和这种投资。你在肯尼亚旅行，你会发现所有的公路上的这个toll booth， 就是交买路钱的这个收费站，对，收费站全是跟国内一模一样的，它甚至都叫 ETC，连 ETC 这个字体都是跟国内一模一样的，直接照搬的。你就会觉得哇塞，中国真的是 everywhere，中国的投资 everywhere， 对，原件。讲回这个电影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展示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就是 Chinese 像我们这样子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的 investment 这种 diplomacy 金元外交，实际上是
非常快速的在重新影响着这个世界，重新shape 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地方。美国实际上算是少的哈，但是你如果走出美国，去到很多非洲国家，去到很多南亚国家等等，你会发现中国的脚印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个对于世界的急速的一种改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个话题，通过一部电影的形式，通过一个亲密关系的这种主线去表达。对，所以其实听起来很有意思。想要 cast， 因为你是电影迷哈，我其实之前也跟你讲过，你就不要装了，你之前就听到过。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难点，就是要找这样一个女演员，又是中文非常流利，完全就是中国人，但同时英语流利到，并且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流利，你是 cultural reference 流利，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是非常难找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建议的话，完全欢迎跟我分享。对，可以在评论区推荐。其实现在越来越绕不开的还有一个，性少 sexuality， 对 sexuality，性少数群体。这一个亚文化也是亚文化当中的亚文化，所以要讲对，这是一个 niche 的 niche。我觉得作为queer community 的一个成员呢，我是想来探讨一下这个方面对于海外中国公民群体。我觉得在我身边的性少数群体，它相对于直人来说是比较更容易融入海外社会。关键是有一点，在欧美的话，这个LGBTQ+ 方面是比较开放的，甚至是在文艺作品中经常见到的 LGBTQ 群体会更有认同感。我在中学时候就是一个很文艺青年，深度痴迷欧美流行文化、电影、美剧，我可以作证。音乐等等，就是我很早就开始听欧美歌曲这样子。当时我会觉得中文歌好像没有那么多元化。现在才发现是有原因的，是吧？当我听到就是更了解到整个欧美流行文化历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 queer 群体引领的。就是当时他们创造的文化现在变成主流文化的时候，你会更加有一种认同感，以这些流行文化也媒介更加就是感觉舒适自在的生活在一个海外的环境当中。Queer Chinese 这个群体真的是亚文化当中的亚文化，在海外的语境来说，我们是一个少数族裔；在国内的语境来说，我们是一个性少数群体。那这其中也诞生出一些就是大家会懂得一些新的梗，比如说生活西化，就是一个委婉的说它是弯的，或者说是什么喝中药调理之类的，就是你要回国的时候 code switch 改变成就是装的比较直人一点。感谢尚安跟我分享最后这一个 niche 当中的 niche subculture 亚文化中的亚文化。这一点也是我特别好奇的，因为虽然我们两个的背景重合的这么多，但是这一部分我是没有看到的。我只是在少数你有讲述的时候有听到，包括喝中药调理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全新的概念，我感到好像获得了一种新的角度。对，其实展开可以说又是一集了。对，又是一集，真的是。那要你来请一位嘉宾了，代替我。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从1000万的人的大的平台，一直缩小到讲到你的这个比较亚文化中的亚文化的这个视角。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最 controversial 的一点，这个精神国籍 spiritual citizenship， 我也很好奇大家最终的一种 verdict 是能够接受，还甚至可以 see the point， 一种极度的反感。我非常好奇大家的反应，或者觉得还有深挖的空间。是非常好奇。其实今天我觉得我分享的也怎么说，状态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的书中有很多
真的是藏在箱中很多年的故事。作为欠20几年的好友，然后你觉得那些故事怎么样 juicy 吗？有汁水吗？有，而且他文笔真的非常生动，就是你觉得真的是可以发生在你眼前。哦，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好，下期再见，拜拜。